在上一轮周期中，我们见证了 Layer 1、DeFi 和元宇宙类别代币爆炸式增长，而在此次的周期中，机构们正在向新的叙事注入资金。我们仍旧具备早期的机会提前进入市场。本期视频我将介绍牛市下行业的细分叙事，以及为什么这些垂直赛道值得关注。当然，我也对其他领域感兴趣，视频将重点关注特别突出的主要叙事。选择这些叙事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仍然处于炒作周期的早期阶段。毕竟，识别叙事何时处于早期阶段，是加密货币领域必须具备的一项重要技能。当今科技界最充满想象力，除了加密行业热火朝天，另外一个行业就是 AI 行业了。那么，在今年的资本市场当中 AI 行业和加密行业简直是卧龙凤雏。只要是屏幕前的你身处在其中任何一个行业，你今年的努力呢是可以完全走上人生巅峰的。在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人物呢，就是 OpenAI 的创始人 Sam Altman。相信大家在昨天晚上有发布会的话，有观看过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下一啊。OpenAI 5月13日的发布会更新了 ChatGPT， 然后 4o 趋近于 AGI 的话是又进了一步。ChatGPT 4o 相较于 ChatGPT 4我们之前使用的那个版本，它有什么区别呢？它是在提供了 ChatGPT 4，也就是4级的智能的同时速度更快，并提高了其在文本、语言和视觉方面的能力。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今天会提供这个网页的链接你可以多花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去进行一下研究，或者是听它具体在说些什么，因为确实有些功能还是非常的强大。相信在此次功能提升的同时，又有一大批人就要下线离岗了。那这个 Sam Altman 他不仅在 AI 这边是大拿，具备了 OpenAI 他旗下的各种 ChatGPT 一系列产品，可谓是打穿了整个 AI 的行业。同时呢，他在我们加密行业也发了一个 WorldCoin，这个代币呢也是隶属于就是 AI 行业的头部代币如今呢也是在拉飞之后，所有人都望尘莫及。那听到现在的话，你是不是又开始焦虑了？为什么早期没有去买入一点呢？那不要慌张，今天我来给大家捋一捋，有没有一些项是可以一脚踩2个大赛道的好项目。那其实呢，如果长期关注我的小伙伴的话，你已经脚踏2条船了。这里不是贬义词你已经在作用这个好项目当中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会在视频的末端分享一个优质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它就是作为 AI 加底拼赛道的，可能会作为今年牛市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可能是作为一个开启牛市的金钥匙。那如果您是币圈新人，或者是正准备在加密行业当中大展拳脚的小白的话，你还没有注册世界上最大的2个交易所，当你注册完成，你将会获得加密世界最便捷最有效的通行证。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2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2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那什么是底拼加 AI 呢？我们都知道自从这个 AI 搞大模型，搞这个算力训练以来对 AI 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需求其实是非常旺盛的。于是呢，今年涌现了出来了大量的 AI 加底拼的这个赛道。那这个 AI 是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的话，英文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智能的意思。那底拼又是什么呢？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分布式物理基础设施。如果这2个叙事搭配到一起实现了咱们自身比如说手机电脑这些所谓的硬件都可以作为分布式物理基础设施中的一个部分，让咱们的手机、笔记本，任何你能想到的任何智能工具都可以变成大公狗，帮助我们来赚钱。这个听起来呢，所以这个底拼呢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的。那好，再深入展开一下底拼你要说底拼核心要素，其实主要就3点。第一点呢，就是去中心化。必须得去中心化，而且必须得是分布式，那这就是我们 Web3 和传统的云厂商最大的区别。第2个特点呢，叫做物理基础设施。那这些服务呢，绝对不是你个人来提供的，也不可能是空气来提供。我们这里需要的呢，是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硬件设施呢。第3种，你就是要有 token size， 也就是通证经济。由这种 token 代币这种激励的方式、激励经济的方式去激励社区和你一起共建。不能其实光干活没有收入，那谁会去做呢？
所以说以上3点呢就是第一拼的核心3点。我们所熟悉的比特币挖矿，其实呢它就是最成功的第一拼。毕竟呢你看它的算力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去中心化的，那是不是也有矿机这种物理基础设施？虽然比特币已经减半了，大部分的矿机都已经停滞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作为一个有比特币作为一个通证基地啊。那比特币本质呢就是矿工工作量证明的一个小勋章。那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了，你说这些概念听起来其实是非常好，但是呢 AI 计算对算力的需求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它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不是说你这个 H100 或者是 A100 什么的，你猜一猜性能就是可以跟别人比的。那我们普通人身边的民用设备可能就是一些手机电脑，根本就是用不上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 AI 对算力的需求开始解决。AI 呢主要需求3种算力。那第一种呢就是训练大模型，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英伟达提供的那些性能狂魔产品要求就很高，所以呢现在也就只有英伟达能生产出这样的一个芯片。第二种呢就是训练大模型好了之后，部署好了之后，结合用户提问进行交互，跑模型出这种结果的，俗称推理阶段。那这个推理阶段需要的算力等级呢就没有上一个阶段那么高了。现在英伟达、华为或者是中国的其实有一些创业的公司呢都能提供这样的一个算力。第三种呢就是部署在边缘侧的垂类小模型啊，那它主要跑什么呢？跑结果的。它需求的算力水平的话将会更低，那大概就是几十 T 的这种规模就可以了。所以说呢，第一种呢是留给专业玩家去玩的。就算是我们拼项目把这个事情去做，大概率就和现在的比特币矿场一样，都是高投入的，而且门槛过高，和我们自己本身的普通人的话关系其实就不大了。那第二种和第三种的需求呢，我们普通人身上的设备呢多少还是可以帮得上一点的。那既然了解了什么是 AI 加迪拼，那也就发现迪拼在这个方面上还是非常具备可行性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第3个问题，那就是 AI 加迪拼在这个行业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人在做了，然后有哪些项目。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也是整理了一大堆。那在这里的话看到一些鱼龙混杂的项目，那我这边就挑一些重点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那首先第一名选手呢，他叫做 IO.Niche，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那么他也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可以在那个主网当中进行查询到自己的分数啊。相信在第一次查询之后的话，和第二次查询会有个倍数的变化，因为基本上都是乘以2倍的进行。因为他其实对于这种激励奖励的分数形式啊，没有做过多的披露，所以大家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算的。在今年3月份。宣布在 Hug VC 的领头下完成了30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估值呢一口气就来到了10亿美金啊。那从估值的角度来讲，这个项目在我们今天这个列表里面排名第一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问题来，你说它这么高的估值，那这玩意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 IO.Niche 的文档呢，它其实就是把相当于独立的数据库加密或与矿工以及是等其他硬件网络中未充分利用起来的 GPU 给聚合在一起。那聚合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把闲散的算力整合在一起，那整合起来卖给谁呢？谁来使用呢？ IO.Niche 当前的目标用户其实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因为开发者因为这类的用户是相对来说刚开始初期，因为比较穷，卷不起来，也根本租不起那些大厂的 GPU、CPU 的计算中心。那而且呢，这种初创的企业一般也不会上来就去卷那种大模型的，他们的设备要求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大多数人需要进行推理或者是边缘垂类的模型计算。所以说这需求在，客户就会来。那客户来的话，下方的供应链、下方的算力是谁提供的？这里就是游戏玩家和加密 GPU 的矿工。我们都知道，游戏玩家拥有高端的硬件和快速的互联网连接，虽然他们的品质高，但往往数量的话不多，只需要拥有1-2张的 GPU 就已经很厉害。那加密的 GPU 矿工呢，他拥有大量的 GPU 资源，上来就是几百台、上千台的机器在那里跑，但他们的矿场条件往往相对来说比较差，会面临这个网速连接的速度问题啊，储存的空间不行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限制啊。所以说这个 IO.Niche 它门槛呢其实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低。那一般的用户想要进行参与呢，还是需要去掂量自己的设备怎么样，行不行？
所以说此类的项目的逼格还是非常高的，人家能估值那么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同时我在3月29日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 IO.net 的部署，只有部署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相对应的积分。那目前的话，积分都是可以进行到查询啊。然后如果你还想再次进行到胜利，但是你还没有去做这个项目的话，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我这里提供了 MagSafe 就是苹果系统的 M1 芯片的教程啊，你只要是那个 MagSafe 系统的话，你都可以根据我的此次教程来进行这样如下的操作，然后是一定可以运行成功的。这里的话也会有详细的一些问题解答，你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去搜索。那如果你是 Windows 的电脑的话，也不用担心，你在网络上或者是推特上或者是油管当中搜索一下相对应的 IO.net， 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详细的教程。我相信大家的教程应该都会比我甚至是等同于我一样的详细。那我们继续说完了第一个板块的话，我们进行到第二位选手。那这位更是重量级了，怎么个重量级呢？他是在去年年中完成他首轮 Pre-A 的融资，那更早期一点呢，这个募资的规模已经超过900万美金，估值的话也已经来到 1.5 亿。这轮融资机构也是非常知名的，包括 HashKey 啊，或者是等等类似，都是顶尖的 VC 啊。那这个项目呢，它是一款云计算平台，它通过实现这个 GPU 的共享所有权的和使用方式的可拓展性，包容变革，承诺客户将彻底改变当前的科技格局。针对于人工智能、云游戏和机器学习等领域，Arthur 的话，它其实是允许企业和个人将闲置的 GPU 投入到共享的网络当中，这样不仅整体上优化了资源利用，并且为广泛用户群体提供了访问顶级计算机能力的便利。那我说了一大堆啊，其实是我从官方介绍上抄下来的。这个简化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向用户采购这个 GPU 的资源，然后把他们集成出来的算力卖给谁？卖给游戏大厂。那为什么要卖给游戏大厂？因为 GPU 的核心它就是图形处理的能力啊。现在高端的游戏要的就是实时渲染，对 GPU 的算力需求那其实是相对来说非常大的。那据公开报道了，那这个 Arthur 的话已经是和全球最大的游戏工作室签订了一个合同。相信这家游戏工作室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一家，它的游戏玩家基数的话已经高达 1.5 亿了，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就是 LOL。 那么另外呢，它其实官方宣布他们和这个 VideoLink 它也有合作。那这个什么是 VideoLink 呢？它其实是坐拥了6400万月活用户的最大云游戏公司。你说这上游的采购商合同签的是几号？那下游的供应商是如何完成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资讯，那到今年3月份的话，已经是将近有了4万多的用户设备接入到他们此前的这个网络当中，所以看起来的话，项目方其实是有在做事情。那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个项目的销售能力。那在今年的3月20日，Arthur 的话启动了他们的检查器节点的销售，英文名字叫 CheckNode。这个节点呢，它一天就卖出了1亿美金啊，所以呢，而且是大型机构进行这样一个认购啊，所以说在项目运营上的话，能力应该也是一把好手。根据他们在迪拜的发布会显示，他们马上就要再出一种小型的 GPU 矿机拿出来卖。其实你稍微听一下这个运作模式啊，有点像是比特币的矿机系统啊，有点像是模仿的意思啊。那但是呢，这个 Arthur 到底能不能找到这么多用户，把它这个网络共建起来呢？那目前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啊。但是呢，我们从目前单纯看它的势能以及是做市场的这个疯狂程度来讲，该项目还是来势汹汹的。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有奖竞猜，如果在下次我们频道推出新的福利阶段的时候，我们率先获得或者是答对此次问题的小伙伴将会获得这样一个内定的名额。那我来公布一下问题啊，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在留言区当中猜一猜啊，我刚刚说的1号选手和2号选手到底谁会先上彼岸？那说完了前2位选手，我们的3号选手呢更是重量级。我们之前就已经提到过了，无论是 IO.net 还是我们刚刚说的 Arthur， 它其实对供应端的需求呢，要的主要是 GPU 的算力。那可能会有人会问了，我没有算力怎么办呢？我只有网络网络可以贡献出来吗？还真有。那今天的这个3号选手就是干这个的。选手的名字呢，我们相信大家在我早先的视频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几乎每一期我们都会在视频的简介处放置的。那他就是 Grass 小草，
它是 One Network 的旗舰产品啊。那么它允许用户通过出售它没有使用的网络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去获利。按照官方的说法呢，其实是这 Glass 呢目前是允许用户通过一个网页版的浏览器拓展，然后提供他们家未使用的网络宽带，从而呢在他们平台上赚取这样的一个积分。很多刚入圈的小伙伴，或者是一开始才看到我视频的人，他很多时候对这些该类的项目没有太大的一个认知或者是了解，那也是我今天作为此次视频的一个重要内容啊。那我们在这些获取的积分当中啊，就可以在他们产品测试的阶段结束之后呢，会给大家做一个追溯性的转换成网络所有权，也就是 Open。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意味着就你只要挂着这个浏览器以及相对应的插件，你就是在相当于挖矿了，你就相当于是在撸空投。那这个就是绝对是白嫖了。那刚刚其实之前说的前2位选手啊，都是接近于白嫖。那当然需要你对算力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个项目呢，在23年底的话是完成了350万美元的总智轮的融资啊。具体的融资金额看起来好像对比前2位的话其实是不太高的。那么但是领投的机构可是大名鼎鼎的 Polontry。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上币安的基础设施类目绝大多数都是由 Polontry 来领投的。而且呢 Glass 在去年7月份还有一轮叫 Pre-Seed 种子前轮，那这个领投的机构呢，它是 No Limit Holdings。这家机构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行业的隐形大佬。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它的创始人是这一位先生啊。那么他是前币安的3号人物，也就是币安的创始人之一。所以呢，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这 Glass 呢，它也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也是非常会大概率的上币安啊。那么其实今天这段视频的话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在最后捋一下这个赚钱机会。那本期节目当中的赚钱机会就是比较明显了。当然，交出我们自己的算力，然后去挖矿。如果你比较有好的性能设备的话，可以尝试去接入 IO.net 或者是 Arthur。当然，如果你有闲钱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下他们的矿机啊。当然，此次视频只是作为一个投资意见，或者是作为一个科普视频。以科普的形式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个东西。那或者我们比如说性能设备一般的，我们可能就只有手机啊，就只有面前这一台电脑啊等等，那我们就可以尝试使用到3号选手 Glass。越是这一种不起眼的项目，虽然它现在看起来好像热度突然间又降了很多，又好像是没有了，销声匿迹了。越是这种东西啊，你就越要去对它保持一种期待，然后长久的去做它。你要想任何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它也有可能后续就直接就爆出来了。目前的话，我们是在金鱼市场当中是可以收看的，那么大概是在1万积分的话是可以卖到10块的 USDT 啊，那么也就是70块人民币啊。如果你那相信你从早期看过我视频了，一直追溯到现在，你已经绝对不只是1万了。有些人甚至都是100万，我已经有看到过群里面有些人是已经100万积分了。100万的话呢，其实就相当于是1000，就100乘以10就是1000，然后换算成人民币就是7000多。这是你坚持下来的成果。目前的话，在金鱼市场当中都是可以去查询到的，而且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你先不要着急去卖你的分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双压平台，意思就是说你卖出去的那些钱的话，你要单独一份质押在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就相当于是双重质押的环节。那其实不做任何建议了啊，我只是告诉你它当前的这个价格，一个积分可以卖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样，针对于评论区的某些问题，我们在这个视频的末端单独的进行一下说明啊。如果遇到一些测试网的任务，至于每天交互啊，我个人的理解啊，如果它有一个类似于排行榜的这样一个，那就是你每日交互它是有记录的，或者是你每日交互它会给你一样的积分，然后在排行榜当中有所体现，你是能时时刻刻能感受到你这个交互是有用的。我建议就是每日进行交互。如果没有这种排行榜的奖励，或者是就没有排行榜，你也不知道你每天交互有没有用，我更建议这种形式的话就是1周1次尽可。那当然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啊。还有就是一些
在评论区当中他说长期关注我的视频啊，或者是等等类似的，非常感谢啊。那在这里的话还是非常感谢。那你会问我有没有发币的项目，或者是有没有就是见你录过这么多空投，好像没有见过你那个拿到什么奖励啊什么之类的。那在此前的话，我们是有出过视频啊，是有说，比如说我们之前玩的那个 ES11啊这一个项目啊。我们就已经拿到成功的，我们就已经拿到这个币了，他就已经给我们了。那么当然，它的第二季的话，应该是快开了，我到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叙事。那这里是另外一个，有些空投的话，我们大家要做好心理预期啊。有些空投它的周期很长，没有那么快发币，或者是没有那么快就是体现到价值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这个牛市啊，也不太像是牛市，对吧？这个行情啊也不是很好，有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周期，我们要做就是沉下心来，然后坚持去做我们之前做的事情，那付出总是有回报的，而且这个东西也是能看得见的，所以还是要自己去把控一下自己的心态吧。录空投确实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那我录这么久，说实在的，我都有点想去送外卖了。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要坚持去做，你坚持去做就一定有回报。然后至于你说有些项目发币啊，我到时候的话，反正我每一期发币的项目我都会做一期视频的，你只是你可能没有认真看吧，或者是你遗漏了这个视频等等类似的。这里的话没有关系啊，因为确实我出的视频也蛮多的，看起来好像等等类似的。后期的话会做一个整合的文档，然后到时候大家更方便去进行一下查阅。然后最后再恭祝一下，那看我视频这么久的，或者是听了我视频这么久的，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啊！非常非常感谢，因为你们才是我继续走下这条路的动力来源。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